朋友们，你知道地球上谁能一声不吭就印几万亿美金，然后让全世界都在埋单吗？对，就是美联储。你以为它只是美国的中央银行，其实它更像是全球经济的幕后大 boss。今天咱们就一口气讲清楚，美联储到底是怎么运作的，它凭什么能掌控美元利率、印钞发钱、收割全球，以及下一次危机来临时，它又会做什么？别看名字叫做 Federal Reserve 联邦储备，它既不完全联邦，也不完全受政府管，它是私人银行加公共政府角色的混合体，是由7人董事会加12家地方联储组成的。董事会呢是由美国总统提名、参议院批准的，地区联储股东呢居然是商业银行自己。什么意思？就是美国的大银行们呢自己就是印钞机的股东，每年还能从联储分红。全球的央行几乎没有一个能像美联储这么私人资本色彩浓厚。美联储能做什么呢？首先就是它能印钱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扩表 QE，通过买国债、买 MBS 抵押贷款支持证券，把准备金打入商业银行的账户，商业银行再放贷，钱就流进了市场。当危机的时候，比如2008年、2020年，美联储通过量化宽松 QE 直接注入了天量的流动性，瞬间让市场回血。第二个功能就是调节利率，也就是联邦基金利率。美联储每6周开一次 MOMC 会议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，调整联邦基金目标利率，通过买卖短期国债影响市场流动性，从而影响贷款利率、房贷利率、全球资本的成本。简单说，当你在中国贷款买房的时候，美联储生不生息，可能比你的小区开发商说的还管用。第三个功能就是监管和危机救助功能。美联储不仅是印钞机，还是最后的贷款人。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，救助银行、救助大型企业、救助市场流动性。比如2008年雷曼破产，2020年疫情爆发，2023年硅谷银行倒闭，美联储都在背后撑场子。为什么美联储能影响到全球呢？因为美元是全球的储备货币，世界贸易、能源结算、跨国借贷大部分都用美元。美联储升息的时候，全球资本就回流美国，新兴市场的货币贬值，债务成本升高，全球资产价格震荡。美联储降息的时候，热钱涌向全球，推高资产价格，引发全球流动性的繁荣。所以，不管你在北京、孟买还是伊斯坦布尔，美联储的决策都在影响你的房贷利率、资产价格和生活成本。美联储的钱从哪儿来呢？印钞机嘎嘎响，其实呢，它靠的却是数字化记账。美联储买国债，把电子美元计入卖方的账户，国债换回来，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增加，政府用这笔钱财政支出。有人说美联储无底线印钞会不会崩溃啊？只要全球还信任美元，就不会。但是信任一旦破裂，就是金融危机。美联储面临的难题是什么？首先就是滞胀和通胀。加息能够抑制通胀，但是可能会引发经济衰退；降息能够刺激经济，但是可能会加剧资产泡沫和通胀。其次呢，就是债务炸弹。美国国债已经超过36万亿美元了，每次加息都让美国财政压力倍增。再就是全球金融脆弱性，美联储加息，全球金融市场震荡；美联储放水，全球资产泡沫涌现。美联储就像在钢丝上跳舞，印钞太狠了，怕通胀；收紧太快了，怕崩盘。好，那下一次危机出现的时候，美联储会怎么做？危机爆发，美联储会降息，然后是 QE 救市，市场稳定，再慢慢加息，再缩表。这就是过去几十年的美联储循环：1987年的股灾，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，2008年的金融危机，2020年的疫情冲击。美联储的剧本几乎从未改变。而真正的问题是，无限印钞和高利率能撑多久呢？美联储不是简单的印钞机，而是全球财富秩序的幕后导演。当你想投资的时候，当你想买房的时候，当你想换工作的时候，别忘了，在地球的另外一边，都有一个叫做美联储的机构在悄悄地影响着你的选择。如果有一天美联储的钢丝绳断了，全球资产的价格呢，又会是另外一番模样。如果你觉得今天听懂了美联储的机制，记得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。我是素，为你持续讲透全球财经里那些看似遥远但实则影响你钱包的秘密。